任务完成。赵延深，你可不要怪我，要怪就怪你非要和周少抢女人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他，云月，不要过来！这一幕怎么有些熟悉？保安，快看，就是这里！我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，亏我妈还想撮合我们。赵延深，从今天起，你立即滚出我家！西月，西月，赵延深，你涉嫌强奸女同学，跟我们走。强奸罪！赵延深，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！呸！就你还想和楚校花在一起，做梦！八戒必须！哈哈哈，回来了，竟然真的回来了！修为没了，没事，只要给本座时间，又能修炼回来，甚至更进一步。唐云韵，你等着！这个眼神，不过没关系，有周少在，他肯定得完蛋。还好这次提前拿到了录像这个关键性证据，要不然又得和前世一样坐7年的牢。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得赶紧修炼，恢复修为，不然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楚家已经回不去了，就在这里修炼吧。哼，才练气中期，弱，真是太弱了，连巅峰1/10000都没有。汤爷，哪怕你是滨城首富，今天也得死！上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不好，有埋伏！就一个人，你是谁？滨大经管系23级，赵彦深。哼，什么玩意儿？小子，你居然胆敢伤我们兄弟！去死！小兄弟，快跑！米粒之光，也敢与皓月争辉？死了，7、8个外境后期武者就这么死了，真是晦气！你感谢新前辈救命之恩。清理干净，会吧？会，前辈尽管放心，一切交给我就行。全都一击毙命。这位前辈至少是内境后期的武者，看他模样才20出头。对了，他刚刚说自己经管系23级，叫赵彦深，难道真的是个大学生？这么年轻就是内境后期，老头子，我修炼了几10年才是外境后期，真是修炼到狗肚子里了。喂，我在天湖公园，快来接我。是，首领，他们的生命体征全都消失了。暗夜可是内境初期，外加一群外境后期的杀手，这个唐天池有点能耐。哼，但是我可是内境后期，只要不碰到化境宗师，我就是无敌的。走，去滨城，带我亲自出马。爷爷，你说你当时干嘛让李叔离开呢？李叔好歹也是内境初期的高手，有他在，你也不至于差点送命。就是说啊，唐爷，下次您绝对不能让我离开半步了。谁能想到，竟然会有人大胆到请杀手？看来我们真是侵害到某些人的利益了。要不是那位前辈，昨晚我恐怕已经命丧黄泉。爷爷，您说那个叫赵彦深的是我们滨大经管系23级的，我是22级的。如果真这么厉害，我怎么可能没听说过？如果不是巧遇，我怎么能想到这么一个大学生竟然会是内境后期级别的高手？汤爷，我觉得您会不会看错了？内境高手寥寥无几，更别说是内境后期的了。不会看错，我可以十分肯定。什么人？
竟然敢擅闯汤家！汤天池，你的命还真硬。你是谁？昨晚让你逃过一劫，今天可就没那么好运了。什么？你就是昨晚袭击汤爷的杀手？胆子也太大了！我们没去找你算账，你竟然敢先找上门来！心儿，快去宾大找赵燕深，只有他才能救我们。爷爷，有李叔这个内劲高手在，我们害怕什么？糊涂！这个人的气息很强，李管家只怕不是对手。我看人的眼光不会错的，你快去，要不然只能给我收尸了。好，那爷爷你多保重。炼气后期，终究还是太慢了。想要冲击筑基，必须有丹药辅助。回校吧，那些账也是时候清算一下了。不好，有人跑了！一个小姑娘而已，跑了就跑了，总不可能搬来化境宗师吧？混蛋！到底是谁让你们来杀我的？你说出来，我给你双倍的价钱。汤首富，干我们这一行的，怎么可能说出雇主的秘密？别说双倍，哪怕10倍都不可能。昨晚杀了暗夜他们的就是你吧？内境初期的确有点实力，但杀了我们的人就得死。你们除了以多欺少还会干嘛？有本事单挑啊！哼，你还真想拖延时间啊？行，我就给你这个机会，看看你能搬来什么救兵。南风，你去陪他们玩玩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你昨晚真的被……他赵燕深一个乡下来的臭屌丝，也想一成本姑娘芳子，简直白日做梦。说来也是，赵燕深居然还想和楚大校花在一起，他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，谁叫他这么没有自知之明的，活该被周少送进去。你们好，请问赵燕深同学在吗？是汤大校花，我们宾大最神秘最漂亮的汤大校花居然来我们班了。等等，汤学姐，你刚刚说你找谁？我找赵燕深同学。汤学姐，你认识赵燕深？不算认识，只是想知道他在哪儿。学妹，你能告诉我吗？抱歉，小姐，你在学校里是找不到他的。啊？那哪里能找到他？你恐怕得去局子里找他了。他昨晚已经被抓进去了。什么？昨晚爷爷还是被骗了，或者是别人用了这个学弟的名字。你找我？你就是赵燕深同学？普通，太普通了，看不出有一丝高手的影子。赵燕深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就是说，你不应该蹲在局子里吗？对于我没进去，你似乎很失望。赵同学，你认识我爷爷吗？你爷爷？不认识。爷爷都说为了请这位前辈出手，愿意献出我们家的100年血参，可是我连这前辈在哪儿都不知道。血参，这可是炼制筑基丹的好材料，年份虽然低了点，但对于我现在的帮助也很大。也罢，看在这100年血参的份上，就勉为其难出手一次吧。汤同学，你是说请我出手就可以赠送1支100年血参吧？好，我答应你了。赵同学，他怎么看都不像是高手，难道那个高手隐藏在他的身后？他其实是那位高手的替身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爷爷就有救了。好，赵同学，快跟我走。他们这是……你们怎么了？我刚刚好像看到赵燕深了。师傅，你快点，快点！可是小姐，现在堵车。那我不管，你必须再快点，不然爷爷有危险。停车。赵同学，你这是……你们这样太慢了，告诉我地址，我自己去，能快一点。啊？可是这里距离我们家还有10几公里。我知道了，赵同学肯定是去请背后的前辈高手，不方便让我看见。好，赵同学，我先把地址发给你，我们会尽快赶到的。师傅，开车。和聪明人说话就是方便，
再结合他体内那一团微弱的真气，看来他家也不是一般人。韩风可是内境中期，你一个内境初期的，怎么可能会是他的对手？小李，小李，小李！汤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没用，不怪你，你已经尽力了。行了，你的救兵到底什么时候来？老子可没有耐心一直等下去。心儿怎么还没回来？难道说是那位前辈不肯来？韩风，动手！你别过来！我已经请了高手，他来了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受死吧！谁？我。小李，我们有救了！什么人躲躲藏藏的？有能耐就站出来！站出来！你们鬼叫什么呢？这里只有我一个人。少在这装模作样了，你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而已，怎么可能在我们面前悄无声息地击杀韩风？他可是内境中期的高手。这群白痴竟然把前辈当成普通人！啊！汤爷，您说那个年轻人是前辈？等着吧，有他们吃亏的时候。既然都到了，又何必躲躲藏藏的？都跟你说了，没别人。既然你们不信，哼，好好，既然你身后这人迟迟不肯现身，那我就把你打到他现身为止！给我上！全死了！好，前辈就是这样。是你，前辈，他们这群人想取我性命，还请您出手救我。你就是他请来的救兵？不可能！你明明看起来那么普通，还不信吗？那就让你也躺下。你以为我和他们一样吗？去死！前辈小心，他是内境后期级别的高手。无妨，反正都是一拳。你怎么可能那么强？我可是内境后期级别的武者。在本座眼里，你和蝼蚁没有太多区别。多谢前辈救命之恩。哎，本座可不是随便出手的。听你孙女说，你似乎愿意付出百年血参。对，前辈2次出手救命，这百年血参自当奉上。前辈稍坐，我这就去拿。不急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明明已经是内境后期，为什么还打不过你？难道说你已经是化境宗师？不可能，你最多是内境大圆满。化境宗师，内境大圆满，这是什么境界？前辈，难道您不知道吗？咱们武者分为外境、内境以及传说中的化境，这每重境界又可以分为初期、中期、后期以及大圆满，而到了化境，则被称为武道宗师。这个黑风说自己是内境后期，其实和炼气中期差不多吧？那些普通杀手似乎是外境，也就炼气初期。如今的我现在是炼气后期，那么算来是化境。看来这里的人们虽然没有发展出修仙，但还是琢磨出了一套自己的修炼体系，可惜太过低级。前辈，我的修炼方式和你们不一样，所以正好问一下。原来是这样。昨晚我已经预估到前辈是内境后期级别的高手，没想到现在竟然轻松解决掉一个内境后期的寒风，看来是内境大圆满。仅仅用一株百年血参就教好这么一个高手，简直赚到了。前辈，昨晚要杀你的也是他们吧？他们是什么人？为何要杀你？前辈，小汤我在这滨城算是一个小小的首富，当初发迹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得罪了许多人，但那仅仅是商业上的竞争，我真不知道究竟是谁这么执着的要杀我。我之前开出双倍的价格想让他透露，但这家伙却是死活不说。呸！我们杀手可是有荣耀的，岂能随便透露雇主的消息？小子，你别得意，就算你是内境大圆满又怎么样？我师尊也是内境大圆满，你敢不敢让我打个电话？好，你打吧。
前辈，不可啊！内境大圆满可是仅次于化境宗师的实力，可以说距离突破仅只差一个契机。我知道你也是，但是两方打起来，生死难料。我师尊十分疼爱我，若是让他老人家知道我惨死在你手里，一定……快点打！啊！你真让我打？本座不想再重复。前辈，真的不能啊！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小子，你等死吧！我师尊就在滨城，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过来。唐爷，要不您还是先走吧，他们的目标可是您。前辈都不走，我也不走。小李，你快去拦住星儿，让他千万别回来。爷爷，我回来了。星儿，快，你赶紧跟小李离开。爷爷，这是为什么？汤同学，你回来了。赵同学，这些都是你。星儿，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，你快离开。爷爷，这是为什么？这不都已经解决了吗？星儿，你不知道，马上会来一个更加厉害的高手，若是双方打起来，结局生死难料。更加厉害的高手。我师尊说他已经到附近了，你们都跑不掉了。爷爷，咱们这不是有赵同学在吗？他身后的那位前辈都已经解决了这些杀手，想必更厉害的高手也一样不在话下，对不对？你懂什么？马上来的可是内境大圆满，仅次于化境宗师超级高手。等等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什么前辈？赵同学，你不用隐瞒了，我已经猜到了。其实你就是一个普通人，对不对？只不过你身后有一位前辈高手在保护你。昨晚和今天都是你身后的那位高手解决了这些杀手，对不对？小姐，不是，来了。是谁胆敢欺负老夫的徒儿？师尊，师尊，我在这儿。是哪个王八蛋打伤你的？师尊，就是他。啊，这个家伙该不会脑子坏了吧？竟然会认为是赵同学打伤他的。闭嘴！黑风，你确定是他打伤的你？怎么他身上一点气息没有？师尊，我没搞错，就是他，他也是内境大圆满，也是内境大圆满，这么年轻。看样子这个杀手真的伤得不轻，居然会认为赵同学是内境大圆满级别的高手。你就是这家伙的师尊吧？你还有没有救兵什么的了？一起叫来吧，省得麻烦。混账东西，你居然敢看不起老夫！今天老夫就要打得你跪地求饶！赵同学竟然就是那位前辈！你在想什么？我之前不就让你去请赵前辈？我还以为要不要告诉爷爷，其实我一直把赵燕生当成了普通人。我想起来了，他就是老穆，人送外号圆满杀手，曾经有5名内境大圆满级别的高手惨死在他手里。什么？你们现在才知道吗？已经晚了。就算他真是内境大圆满，今天也得完蛋，将会成为我师尊手下的第6尊亡魂。小子，你想逃？不过可惜，就算是内境大圆满，也没人能逃得出我的掌心。你们所有人都要死！逃？没必要。我只是想说，果然和我猜测的一样，你这个所谓的内境大圆满，只不过相当于炼气中期，若论实战，甚至还不如。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老夫一句都听不懂。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做好准备接本座这一拳了吗？我看你还能狂妄到几时？受死！师尊，师尊，你是化境宗师？什么？化境宗师？化境宗师？姑且这么说吧。这不可能，师尊，一定是您搞错了。他才多大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年轻的化境宗师？刚刚老夫已经使出了全力，竟然连他一拳抵挡不住。他不是宗师是什么？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碰见一个宗师，而且还这么年轻。难道今天真的要栽在这里？
我的身体，师尊，救我，救我！说，究竟是谁让你来杀汤守凤的？师尊，你小子，这一局算你赢了，但是老夫还会回来的。好徒儿，你就安心的去吧，为师将来一定会帮你报仇的。前辈，快追，绝对不能让他们跑了，要不然后患无穷。无妨，跑就跑了，反正在本座眼里都是蝼蚁。行了，小李，前辈自有打算。快说，到底是谁让你来杀我爷爷的？是不是只要我说，你们就不杀我了？你没有别的选择。我说，是隔壁吊石配营集团的胡配营。果然是这个王八蛋，他竟然敢对我下死手，我绝对不放过他。赵前辈，这家药店也是我们家的。爷爷说了，您又一次救了他，所以您需要什么药材尽管挑。好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哦，对了，以后别叫我前辈了，还是叫我同学吧。前辈的容易把我叫老，难道我很老吗？不老，一点都不老。赵同学，你可是比我还小1岁。大小姐，赵同学，你需要什么药材就报给他吧。我要黄芪、甘草、枸杞、五味子、当归、黄连、金银花、银杏这些，每种都给我备上10公斤的，有问题吗？先生，这有些药材是相冲的，是不能一起入药的。我知道，就这么备吧。赵同学怎么说就怎么做，还不快去？有了百年血参作为主药，再配上这些辅药，筑基丹就没问题了。西月，楚叔叔的身体不好，马上要过生日，我正好可以买点补品给他。谢谢你，周少，还是周少贴心。我要是有周少这样的人追，不得幸福死？狗男女！赵燕山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怎么，连你们都能来，我不能来？咦，汤校花也在。汤校花你好，鄙人周立东，是周氏集团的继承人。周氏集团没听说过。汤校花未免也太孤陋寡闻了吧？周氏集团可是市值数10亿，在咱们滨城也是名列前茅。你怎么打我？本小姐想打就打了，你又能怎么样？而且区几10亿也敢在本小姐面前叫嚣，汤校花，你未免也太霸道了吧？本小姐就霸道了，你想怎么样？你怎么能这样？误会，汤校花，我们之间是不是有点误会？敢得罪我们赵同学，打的就是你。同学怎么样？我打的不错吧？不错。你们，赵燕生，你究竟对汤元华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帮了他一点小忙而已。好，我们不跟你扯。经理，什么事儿？我们进来半天，你都不知道招呼客人吗？想要什么自己看。听说你们店里有珍藏的百年血参，我们想买，出价吧。消息挺灵通，可惜不卖。我们问的是经理，又不是你，你说不卖就不卖啊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1000万，卖不卖？给句话。不卖。嫌少是吧？行，2000万，这已经很有诚意了。说了不卖，你这个人怎么就听不懂？我明白了，你是想坐地起价，2500万，不能再多了。你是傻逼吗？我们大小姐都说了不卖，别说2500万，哪怕2亿5千万都不会卖给你。大小姐，这中药店也是汤氏的产业。没错，你猜对了，
可惜没讲。我们走，西月，我们走。赵燕深，就算你帮了汤校花一个小忙，但是人情终究还是有用尽的一天，你还是要靠自己脚踏实地，要不然将来只会一无所有。楚西月，我怎么样和你无关？要不是看在林姨对我不错的份上，你以为你还能好好站在这里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昨晚的真相，我不相信你到现在都还不清楚。赵延深，你在乱说什么？本座这段时间忙，没工夫和你们扯，但是可以先收一点利息。怎么回事？我刚刚好像看到一团光进入我的体内。我也看到了。你对他们做了什么？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。医生，怎么样？我有没有事儿？周先生，唐小姐，根据检查，你们的身体十分健康，并没有任何问题。真的？医生，你没有骗我们。我敢以从医数十年的经验来担保，你们绝对没有任何问题。那就好。不过赵燕深之前那一手又是什么？我们好像确实看见了光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赵燕深不知道从哪儿学来了个光影魔术，故意来吓唬我们的，好让我们自乱阵脚。非常有可能，他简直太歹毒了，就是想让我们自己吓自己。会是这么简单吗？我总感觉昨晚之后他有些不一样了。哎呀，西月，你别想太多了。他赵燕深只不过是一个乡下来的野小子，无权无势的，根本报复不了周少。他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吓唬。云云说的对，西月，你就是太善良，他和你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还是早断为好。我知道了，今天我回去就会和我妈说清楚，我对赵燕深没有丝毫兴趣。这可真是太好了，现在天色还早，我们再去逛街吧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西月，你过来，燕深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老婆，你别这副口气，西月上了一天课，已经很累了。楚西月，今天你必须给我说清楚，燕深他到底怎么了？就是一点小误会而已，他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的吗？还给你告状，也就这点出息了。他都差点进局子，这叫一点小误会吗？老婆别恼别恼，气坏了身子可不值得。既然误会解除了，那就过去了。燕深他妈托我好好照顾，如果燕深真的进去，那我该怎么面对他？一定又是那个周立东搞的鬼。楚西月，以后不许你和这人来往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周少他人挺好的，你懂什么？这个人贼眉鼠眼的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妈，我不许你这么污蔑周少。我知道你是在为赵燕深打抱不平，但我就是不喜欢他。你以后也别撮合我们了，我们根本就不可能。楚西月，你给我回来！老婆，女儿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很正常，但感情是不能勉强的。既然女儿不喜欢，那就随她去。而且我觉得周少也很不错，家世好，又这么苦苦追求我们女儿，给我们家带来的助力，不比那个一无所有的乡下小子强得多。你们父女俩都喜欢那个周少是吧？等将来出了事，你们后悔都来不及。赵燕深，自从你来了后，我们家就没安静过。我是绝对不会让一个乡下野小子娶我女儿的。这座天宫1号本来是我爷爷给他的一位老领导居住的，后来那位老领导去世，就空了下来。我爷爷说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住在这儿。不错，很豪华，而且灵气比其他地方足，正适合我修炼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住下了。赵同学，百年血参和其他药材都放在这儿了，你看还有什么需要的吗？再给我找个香炉，半人高的。没问题，我这就去解决。
一切准备就绪，是炼制筑基丹的时候了。火起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什么人胆敢闯？你，木子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？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是宗师。什么？宗师？不是说现在所有宗师都已经隐退了吗？飞哥，打伤我的还不是普通的宗师，而是一个少年宗师。少年宗师？这不可能！上一个少年宗师都是在500年前了。这个时代想要成为宗师，最少都得60岁往上。真的，要不是牺牲了黑风，只怕连我也逃不回来。你别急，先好好养伤，等养好伤，我们再把东子叫回来。到时我们兄弟3人联手，哪怕真是少年宗师，我们也有资格斗一斗。行，你就在我这里先歇着，等我出差回来再叫东子回来。出差？你要去哪儿？去滨城。滨城周氏集团的董事长给了我1000万，想让我保护他一阵。什么？滨城？那个少年宗师就在滨城，你千万要小心。少年宗师在滨城，那我会注意的。陆少，来呀！美女，我来了。你身上怎么会有电？电，周少，你搞错了吧？周少，你怎么了？你别过来！快滚！快滚！快滚！你看看你像个什么样子，都这么大人了，能不能稳重一点？就不能谈个固定的女朋友吗？行了，爸，我知道了。奇怪了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刚碰到那个女人就被电到，是她有什么特殊体质吗？怎么了？没事，看来只是一场意外。行了，不跟你废话。3年1次的玉兰会就要开始了，这次就跟我一起去吧。真的吗？爸，我也可以去玉兰会了。当然，这涉及到未来3年我们苏省的利益分配。作为周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，当然得先见见世面。太好了！对了，爸，我可以带几个朋友一起吗？可以，不过不能太多。我明白了。唉，修为还是弱了点儿，借助炼丹炉才只炼制出了7颗筑基丹。要是以前，这种低级丹药我随手都能炼出成百上千颗。赵同学，赵同学，你醒了吗？赵同学修炼的这是什么？竟然还能发光！很好，没想到竟然仅仅1颗筑基丹，就让我突破到了筑基期。汤同学，赵同学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要打瞌睡的，只是看你在修炼，不敢打扰。没事。你怎么这么早就来我这儿了？我带了点早餐给你，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。
谢谢汤同学的好意，不过现在的我已经辟谷了，也就是说不用再进食了。什么？赵同学，那你不成神仙了？还不算，只能算是神仙预备役。怎么了？赵同学，我爷爷他们即将去参加玉兰会，但是我担心他会有危险，能不能请你去保护他一下？我也知道这个要求有些过分，但我会想办法补偿你的。补偿？赵前辈，真不好意思。心儿，你怎么搞的？都说了让你不要打扰赵前辈，这点小事我们自己能解决的。汤爷，小姐也是一片好意，赵前辈既然站在门口，说明他也不反对。赵前辈，都怪我这个孙女多事。无妨，汤同学答应了我，会再为我找一株百年血参或者同等级别的药材。可是这样还是太麻烦您了。行了，而且我对这个玉兰会也挺感兴趣的，听说会出现不少武者。走吧。那就谢谢赵前辈您的赏光。心儿，下次你可不许这么多事儿了啊。爷爷，赵同学都不怪我，你怎么还怪我？赵先生请。心儿，你就陪赵先生坐后面。好。说说这个玉兰会吧，之前汤同学都没讲清楚。赵前辈，是这样的，大概30多年前，苏省百废待兴，各个行业都快速崛起。您也知道我是武者，我发家的时候自然用了些手段，而其他势力自然也想到了这一点，所以许多武者都出现在我们身边。我就是当时被汤爷救下，要不是汤爷，我早就没命了。因为武者的关系，所以许多人为了争夺市场和订单，都选择使用武者，出了不少人命，惹得总督震怒。后来总督就规定，每3年举行一次玉兰会，同行业如果想上位，就用武者进行对决，赢者可以获得市场的优先占有权。赵同学，你是不知道，3年前我爷爷请了一位内境后期的武者出手，足足花了5个亿，就这才勉强险胜。5个亿啊！赵前辈，这里就是海湖庄园，也是我省杨总督的私人住所，在这里没有人敢放肆。不仅仅因为杨总督的官方身份，也是因为杨总督自身也是一名内境圆满级别的武者。没想到武者竟然这么多，我以前都不知道。其实武者数量一直不少的，但武者圈也有规定，尽量不要在普通人面前展现。现在是一场简单的碰头会，但真正的大戏是在明天晚上。汤爷，你这次是彻底死心，准备放弃了？廖俊华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汤爷，别忘了，3年前的玉兰会是我帮你赢下的，没有我，你们汤氏集团在3年前就得玩完。我知道，所以廖先生，我很感激你对我的付出，我也给了你足够的报酬。哼，那今年你为什么不继续找我？我不就开价10个亿而已，这你都心疼？还有没有一点滨城首富的格局？内景后期还不如老穆，你还好意思说？10个亿不是大白菜。大不大白菜我不管，我只问，今年不靠我，难道靠你一个内境初期的废物？谁要靠你一个黑心垃圾？我们有赵同学就够了。谁？赵同学？你说的不会是你身边的这个小白脸吧？大家快来看，堂堂的滨城首富竟然请了一个小白脸来帮他打擂。你别小看赵同学，他很厉害的。汤先生请的就是我。哼，汤爷，你不会真请了这个小白脸吧？你是打算直接缴械投降了？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给我15亿，我再帮你打擂。廖先生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不需要了，有赵先生一人足矣。汤天池，我看你是疯了，居然请一个普通人过来，别人不清楚，难道你还不清楚擂台赛的残酷性？赛前都要签生死状的，被人打死都是活该。哦，那挺好，省得我还要考虑收利的问题。小子，你是聋了吗？没听见我说的生死账？
你一个普通人上去，连他们一拳都抵挡不住。谁告诉你赵同学是普通人的了？不是普通人，难道还能是内境大圆满吗？我可是内境后期武者，在我眼里，他和普通人没有两样。内境大圆满，我不是。小子，还算你有点自知明，你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已，这里不适合你，还是赶紧回家吃奶去吧。谁说我只能是内境？难道我就不能再高一点？不是内境，难道还能是化境宗师？你才多大？哪怕从娘胎里修炼，都不可能是化境宗师。如果你是化境宗师，我现在就当着大伙的面给你跪下。哦，跪下。啊！我不错，挺乖嘛，起来吧。俊华，你想干什么？难道忘了庄园的规矩？谁敢私下争斗，谁就是和杨总督为敌。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，也不怕告诉你，这次我的雇主就是胡佩莹。吴佩莹，难不成就是派人暗杀爷爷你的那个人？哼，就是他。上一届我就是用廖俊华打败了他邀请的人，结果他今年就直接邀请了廖俊华，估计是开了高价。王管家好。各位好，请问现场有医者吗？总督大人的母亲有点不适，想请一位医生看看。总督大人说了，如果能治好老夫人，他愿意一株青木果作为酬劳。青木果，这可是炼制天元丹的好材料。普通人服用天元丹后，再配合功法，即可成为修仙者。等忙完这些事情，就回家看看爸妈，顺便把他们也带上修仙之路。没有人吗？我赵前辈，能让总督大人在这个场合求医的，病情肯定不简单。您有把握吗？有。你确定？要是敢糊弄，下场会十分摧残的。王管家，赵前辈是我请来的高人，他说有把握，不妨让他一试。既然有汤天池给你做保，那你们跟我进来吧。走。都怪你非要去接他们，害得我们耽误了点时间。看，碰头会都开始了吧？爸，西月和云云都是我的朋友，我这不是想带他们来见见世面吗？周叔叔，抱歉，都是我们的错。周叔叔，您这么厉害，想必这次的玉兰会一定会有更大的进步。这次全得靠赵先生。嘿嘿嘿，好说，好说。那个背影怎么看着像赵建深？连我都要靠周少的关系才能来，他一个乡下野小子，怎么可能就机会来这里？总督大人，这位先生说他可以治老夫人的病。你病的恐怕不是老夫人，而是总督大人你吧？放肆！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总督大人怎么可能会有病？我看你就是个庸医。来人！误会，王管家，总督大人，这都是误会。总督大人也认为这是误会吗？年轻人，不要以为学了一点医术就可以哗众取宠，本督可不吃你这套。既然总督大人这般说，那看来是不想突破到化境了。告辞。化境？你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也配谈这个？小兄弟，等等，总督大人，小兄弟，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？总督大人不是信不过我吗？又何必跑来追问呢？总督大人问你，闭嘴！小兄弟，抱歉，
是我这个管家不会说话，我一定会狠狠惩罚他的。王管家，掌嘴！没吃饭吗？用力！小兄弟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总督大人，是不是每天半夜的时候，腋下3尺会感觉一阵疼痛？对对对，还有白日你也会感觉胸闷气短，虽然已经是内境大圆满，却总是提不起劲。如果你继续这么下去，不出1个月就得爆体而亡。还请神医救我！起来吧。神医不肯救我，我就不起来，宁愿跪死在这儿。难道你要跪在这儿接受我的治疗？谢谢神医，那我们里面去。王管家，让他们出去，注意保密。神医，实不相瞒，我这病已经困扰多年了，曾经暗地里找过无数神医，都未曾医治好。这次无奈也是趁着玉兰会，打着给我母亲治病的幌子来寻找机会。你的病情很简单，卡在内境大圆满，就是因为经脉阻塞，你强行推动内力去冲击，反而使得经脉受损。我刚刚不是吓唬你，再这么继续，会使得体内脏器彻底崩溃。神医，那我现在怎么办？手伸过来。啊，这是？还不快运功！神医，请问我们家总督大人这是？他马上要突破到化境了。什么？化境？本都终于突破了！多谢神医救命之恩，我必将重谢。这个就是青木果，看起来普普通通嘛。你们可别小看这青木果，以它为主要炼制成天元丹，足以在短时间内批量制造出一批化境高手。好了，你们休息吧，我出去走走。还得是周少，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来这么高端的庄园？是吧，西月？周少，谢谢你了。客气，这次也只能委屈你们住酒店了，争取下次我们能住进这些别墅。周少，主别墅我知道是总督大人自己住的，那其他那些别墅呢？其他别墅那得是在行业中在省内排名第1的才能住得进去，而且得是重点行业，比如金融、能源、地产等等。哇，这么厉害！我相信周少你早晚有一天也能住进这些别墅里的。我会努力的。赵燕生看到了吗？跟着周少，我才能站在高峰看到这样的景色，而你永远只是一个乡下野小子。快看，有人出来了，会是哪位大佬呢？太黑了，看不清。咦，他过来了。赵燕生，怎么会是你啊？还真是冤家路窄啊！大胆，赵燕生，你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海湖庄园，岂是你一个乡下野小子能闯进来的？保安，保安，保安！别叫了，用你们那江湖一样的脑子想想，海湖庄园会放任一个陌生人在这里随意溜达吗？难道你是跟着汤小华来的？你对汤心儿究竟施展了什么魔法？他竟然会连这种场合都带着你，那就用不着你操心了。汤小华，真是你！赵同学，夜里凉。汤小华，他到底有什么值得你看重的？不过就是一个乡下野小子而已。下次再让我听到你这么诋毁赵同学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我知道你们和赵同学之间的恩怨，要不是赵同学说要慢慢玩，你们以为你们还能站在这里跟我们说话？汤莹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记得他周家在滨城好像还排不进前5吧。我们汤家作为滨城首富，灭掉一个周家还不是轻轻松松？赵燕生，难道你永远都只会躲在女人身后吗？赵燕生，你说话啊！哎，你干嘛？有话就站在那里说，别过来。怎么又触电了？周少，周少，你怎么了？我送你们的礼物，
还喜欢吗？礼物？难道说我们这触电是你导致的？鱼，难道你也……对，自从那天回去后，我发现我碰到异性就会触电。是那天的光环。赵延深，你究竟对他们做了什么？你们两人都明显纵情声色，所以我就先断了你们最快乐的事儿。怎么样？这个礼物还行吧？原来是你这个混蛋搞的鬼！快给我解除，不然看我不弄死你！快放开赵同学！儿子，你别怕，爸来了。爸，给我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好，爸给你做主。赵先生，麻烦你出手干净点。周董，杀了这小子没问题，但是这个女人得给我。没问题。小丫头居然还敢嘲笑老子！老子现在就宰了你的小情郎给你看！住手！谁敢在海湖庄园伤本都的贵客？总督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本都再不来，只怕本都的贵客都要被你给伤了。总督大人说笑了，我们怎么会伤您的贵客呢？对对，我们怎么会伤总督大人的贵客呢？您看，汤校花这也不是好好的吗？我们都是校友，只是开个玩笑而已，对不对？汤校花，拿开你的脏手！谁允许你碰本校花的？汤校花，你不仅是宾大第一校花，更是滨城首富的孙女，何必为了一个乡下来的野小子伤了大家的和气？你什么档次，也配和本校花说话？你，汤心儿，我们不跟你扯，赶紧让开！今天我非弄死这个小子不可！赵先生，赶紧动手！杨总督，我知道你也是内境大圆满，还是不要插手的好，免得弄得大家都不好看，到时候丢的可能是你总督大人的面子。小子，受死！你，你这怎么可能？你不也是内境大圆满吗？谁告诉你本都还是内境大圆满的？看看本都真正的实力吧！什么？化境宗师？你……赵神医，很抱歉，让他打扰了您的雅兴，您看怎么处置他？什么？等等，杨总督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您称呼赵燕生为神医？不错，这不可能，他就是一个乡下来的野小子，怎么可能会是神医？你们这群垃圾，怎么可能知道赵同学的真正厉害之处？这么说来，今天我们来的时候看到的背影真的是你？总督大人的母亲身患重疾，是赵神医出手帮忙治好了老夫人。赵神医可是我们海湖庄园的贵客，不允许你们任何人欺辱他。杨总督还真是够谨慎的，这个时候都还要用这个借口。赵燕生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这种医术了？为什么从来都不告诉我？你是什么人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赵神医，这个家伙怎么处置？打断四肢，扔出庄园吧。痛死我了！王管家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把赵恒飞还有这些家伙轰出去！是。把这几个家伙，还有这个垃圾扔出去！是。快滚出去！总督大人！总督大人，误会，这是误会呀！总督大人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下次不敢了。赵燕生，老子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回去吧，赵神医，我送你。
赶紧滚！别再让我看到你们，要不然下次就不止这么简单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岂有此理！老子绝对不会放过这个野小子的！你们几个还不快把老子给搀扶起来去接骨！要是耽误了，老子立刻宰了你们！你他妈现在就是个废人了，还拽什么？爸，我们走。找死！周少，你不要紧吧？别碰他，他现在还碰不了异性。儿子，你怎么了？别吓爸爸！你们也太小看我们武者了，我可是内境大圆满，距离化境宗师只有一步之遥，哪怕四肢尽断，杀你们几个普通人也是探囊取物，还不快过来扶老子！别逼老子把你们全杀了！赵先生，您稍等，我这就打个电话叫人。快点儿！儿子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爸，我现在好多了，只是当时那会儿，我有一种地球毁灭的感觉。他四肢都断了，怎么还那么厉害？就是说呀，周叔叔，这个武者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你们以前没接触过，不知道武者究竟多么恐怖。哪怕是最低级的外境初期武者，也能轻松打倒2-3个特种兵。而到了内境初期，能打数十个。赵先生已经到了内境大圆满，可以说是万中无一。这个级别的武者，在万军中取上将首级，如探囊取物。这也太厉害了吧！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一群人？难道上面就不管管吗？怎么没管？要是不管的话，立冬现在怕是已经成了一具尸体。那杨总督是不是比赵先生更厉害？是的，没想到杨总督竟然已经突破到了化境，这个境界又被称为宗师，哪怕是在所有武者中也是万中无一的那种。传说宗师能够徒手接子弹，这不已经超脱了人类的范畴了吗？差不多。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得罪一个宗师，哪怕是上面都只能小心翼翼面对。医生，怎么样了？很抱歉，周先生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废物，都是一群废物，连这点小伤都治不好，要你们有什么用？飞哥，飞哥，木子，木子，我在这里。木子，我以为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了。飞哥，你怎么会伤成这样？是谁打伤你的？你们怎么搞的？就是怎么照顾我飞哥的？如果飞哥有个3长2短，我要你们的命！赵前辈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要不然我们汤氏集团别说更进一步了，只怕连原来的地位都无法保证。举手之劳。赵同学，还是你太厉害了，一下子震慑住了廖俊华，逼得他低头，要不然我们也没这么容易成功。你们是没看到胡佩星那个怂样，哼，他是完全怕了。那是，谁叫我们这边有赵前辈呢？当时不知道多少董事长、总经理想认识赵前辈，可惜赵前辈完全不在乎。赵同学可是真正的前辈高人，岂会在乎那些凡夫俗子的金钱诱惑？我也是人，也有欲望，普通的金钱的确诱惑不了我，但是这个青木果我却很喜欢。赵同学，这个青木参真的能批量制造出化境高手吗？当然，不过需要一些药材配合炼制成天元丹。赵前辈，
我们唐家可以提供其他药材，就是这个天元丹炼制成后，能不能分我们点儿？不多，1颗就够了，只要1颗。好，如果有多余的，我会分你们点的。那真是太好了，先谢谢赵前辈了。爸妈，你们还好吗？我回来了。没想到这个杨行月竟然突破成为化境宗师，出手还这么狠辣。说起来都怪一个野小子，要不是他治好了杨行月他妈，杨行月又怎么会把他当成贵客，对我下如此毒手？野小子是谁？是个王八蛋，一切都是因他而起。杨行月现在成了宗师，又有着官方身份，我奈何不得。但是这个乡下野小子，我也要打断他的四肢，让他尝尝我的痛苦。对不起木子，之前还说等我出差回来就帮你报仇，结果我自己现在却成了这样。你能没事我就很高兴了，现在只等东子回来。木子，飞哥，是东子回来了。飞哥，是谁把你伤成这样的？是谁？东子，别动，好好躺着。告诉我，到底是谁把你伤成这样的？这个王八蛋！飞哥是被杨行月那个老东西给伤的，他现在已经成了宗师，我们只能认栽了。杨行月，他也突破到宗师了。不过那又如何？管他是谁，伤我兄弟的都要死！等等，东子，你说也？追呀！谁还不是宗师了？不错，这炉竟然出了10颗天元丹，爸妈各1颗，爷爷也有1颗，还剩下7颗。汤天池和汤心儿2人对我也算恭敬，可以分给他们2颗。赵同学，我给你带了点怡红园的美食。赵同学，我知道你已经辟谷不用进餐，但这享用美食也是一种享受。有道理，那就尝尝吧。来，试试这块梅汁排条，这可是怡红园的招牌菜。怎么，不好吃吗？不是，太甜了点儿。我们滨城可是号称甜都，怎么可能不甜？赵同学，你不是滨城人吗？不是，我家是农村的。怪不得。那来试试别的。别的菜先不说，汤怡儿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郑重回答。他这么郑重其事的，难道是要对我表白？我虽然贵为滨大校花，但是在他眼中应该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。赵同学，你说吧。我想收你和你爷爷为记名弟子，你可愿意？不是要对我表白吗？怎么，不愿意吗？愿意，我太愿意了。好，去把你爷爷叫来吧。天元丹已经炼制完成，想要在短期内成为宗师级别的高手，那必须得配合我的修炼功法。那我这就叫爷爷过来。师尊，请喝茶。请喝茶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2人就是我的记名弟子了。参见师尊。起来吧。师尊，那我们何时开始修炼？服下吧，然后盘膝坐下，我带你们开始正式修炼。李管家，你先出去吧，守在门口，没有我的吩咐，任何人不准进来。是。
西月，你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一回到家就把自己关进房间，你让我和你爸很担心。西月，是不是周少欺负你了？你放心，你爸我这就去周家，要他们给你一个交代。给什么交代？你还嫌不够乱吗？哼，他周家是厉害，可也不能白玩我女儿，起码要给一个名分。爸，我和周少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说的是真的？你说你都跟周少去外地了，怎么也不想办法拿下他？到时我们楚家不就可以抱着周家的大腿飞黄腾达了吗？楚国栋，你把女儿当成什么了？让你飞黄腾达的工具吗？爸，让你失望了。周少以后一辈子都可能碰不了女人了。什么？那他成了太监了？你们不是去参加玉兰会吗？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送你们的礼物，还喜欢吗？啊，是那天的光团。赵燕深，你究竟对他们做了什么？你们两人都明显纵情声色，所以我就先断了你们最快乐的事儿。西月，你身体有没有事儿？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周少怎么？我在玉兰会看到了赵燕深。赵燕深？那小子怎么也在玉兰会？他该不会是听说后悄悄溜过去，想认识大佬，好一飞冲天吧？哼！爸，赵燕深他竟然有一手神奇的医术，他竟然治疗好了总督大人的母亲。什么？那个乡下野小子竟然还治疗好了总督大人的母亲？那总督大人岂不是欠他一个天大的恩情？没想到燕深竟然还有这一手，我就知道兰心的儿子果然不一般。知道周少为什么会变成太监吗？对哦，周少怎么会成为太监？等等，你该不会是想说是这个小子搞的吧？没错，这就是他的报复。不仅如此，总督大人还把他封为贵客，把我们都给赶了出来，甚至还把周叔叔特地请的高手都给四肢打断。喂，老妈。儿子，最近生活的怎么样？在你林姨家生活的挺好的吧？看来老妈还不知道我已经从林姨家搬出来的事儿，还是先不告诉她了，等见面再说。挺好的。你和西月那丫头相处的如何？你有没有欺负她？小时候你可没少欺负她，她是女孩子，记得让着点儿。我知道了，老妈，你打电话来不是单纯为了说这些的吧？当然不是，下个月就是你爷爷的60大寿，同时也是赵家村建村300周年的纪念日，所以他们准备大办一下，就召集所有赵家村的主脉支脉回来庆贺庆贺。我知道了，正好我也打算近期回去一趟，给你带点礼物。你这孩子还带什么礼物？人记得回来就行。哦，对了，我也邀请了你林姨一家，到时记得一起来。挂了啊。上一世好像也发生过这事儿，不过那会儿我已经在牢里了。听老妈的口气，好像还发生了点不愉快。直接挂了，他怎么能电话都不接下？还不是你们父女俩干的好事儿，彻底伤了燕深的心。老婆，我知道都是我们做的不对，可现在周立东那个小子和太监没什么区别，显然
不可能和咱们女儿继续了。相反，赵燕深这小子一跃成了神医，还让总督大人欠下人情，他的未来无疑比周立东强的太多。你可一定要帮帮咱们女儿啊！说来说去，你还不是见燕深身份地位不一样了，才又凑上来。我告诉你，打从一开始我就欣赏燕深这孩子，根本不看其他。对，老婆，还是你眼光好。你看咱女儿都憔悴成什么样子了，你也不想看到女儿继续这么颓废下去吧？西月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也是和你爸一样，觉得周立东靠不住了，这才转换目标，还是真心觉得燕深好？干嘛？你管我？西月，西月，你看看你们，我也是很希望他们能在一起的。正好兰心打了电话过来，到时我们也去参加赵家村的建村庆典。对，就这样。师尊，我感觉我现在比以前强10倍。爷爷，我也一样。你们现在才刚到炼气初期，算是刚刚进入修仙世界，距离终点还很远。没想到我老汤竟然有一天也踏上了修仙之路。那师尊，您现在到什么修为了？我不过区筑基期而已。炼气后期就相当于化境宗师了，筑基期岂不是完全超出了人类范畴？你们好好修炼，迟早也能达到这个境界的。对了，下个月我老家要举办个庆典，到时你们和我一起去。我恢复了，木子、东子，我竟然真的恢复了！我的内伤也彻底痊愈，东子，多亏了你。没什么，谁叫我们是兄弟？正所谓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得亏你幸运发现了遗迹，要不然我这辈子恐怕都得这样了。现在我们不仅彻底痊愈，在服用你发现的丹药后，还能够突破到化境宗师。对，到时我们就是3位宗师，就算杨行月再厉害又能如何？我看这回还有谁能保住那个乡下野小子？师尊，这就是赵家村吗？看起来还挺不错的。我们赵家村几百年也出了不少人才，自然把村子建设的不错。我爸妈妈他们在前面。爸妈，你们怎么到村口了？不是说让你们在家里等吗？这不是有客人上门吗？我们自然得出来迎接了。阿姨好。你好，你是？我是赵同学的学姐，我叫汤心儿。不好意思，师公师奶，这是我孙女儿，有点调皮了。等会儿，老先生，你刚刚叫我们什么？师公师奶啊，我们是师尊的弟子，自然得这么称呼您。儿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我收他们2人为徒了，自然得这么称呼你二老。啊？你能教他们什么？师公，师尊他老人家可厉害了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。等会儿，这些什么师公师奶的，咱们回头再说。儿子，你林姨他们呢？我也邀请了他们一家前来观礼的。老妈居然还邀请了林姨一家。兰心，我们来啦！秀云，兰心，真是好久没见了。
咱们上一次见面都得5年前了吧？西月都长这么大了，真漂亮。真是阴魂不散，怎么走哪儿都能碰到这个人。兰心阿姨好。来，西月，刚刚我们都没看见你，还以为你和燕深吵架了呢。吵架？他不配。你怎么这么说话？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？客人？哼，心儿，你来说。好的，师尊。也不知道谁呀，当初某富二代各种诬陷威胁师尊的时候，不仅完全没帮师尊说话，反而还各种嘲讽打击。你个小丫头片子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哼！儿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老妈，我知道你想撮合我和楚曦月，但是我正式告诉你，我和楚曦月是不可能的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师奶，您看清楚这女人的真面目，这样一个拜高踩低的女人，配得上我师尊吗？师尊，你拜她为师学医了？闭嘴！楚曦月，我真不知道你怎么还有脸来的。莫非是觉得你那位周少碰不了女人了，又见到师尊和杨总督的关系，所以跑回来想和我师尊发展？告诉你，做梦！我怎么教育封你这样的人来？你都被你爸给惯坏了！快给燕深道歉！秀云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打孩子啊！兰心，都是我没教育好女儿，让燕深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我对不起你们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再让西月纠缠燕深。啊，西月，老楚，我们走。秀云，等等，先别走。其实是这样的，这次邀请你们来参加庆典，还有想让你们家给我们撑撑场面的因素在。撑场面？对，主脉支脉都会请朋友参加，哪家如果没请，就会被全村人看不起。我们认识的人不多，能想到的只有你们了。见过二叔，没想到您还真回来了。当然得回来，这可是我们赵家村的大日子，我怎么可能不回来？对了，忘了给你介绍，这2位是老穆和东子，都是我的好兄弟，你就叫他穆叔和东叔吧。穆叔、东叔好，招待不周，还请海涵。哼，这是你儿子，怎么不叫人啊？你们是骗子吧？骗得了我爸，却骗不了我。啊！你瞎说什么呢？赶紧给你二爷还有穆爷、东爷道歉。二爷据我所知已经60多岁了，但他呢，看起来也就40上下的样子，哪里像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。二叔、穆叔、东叔恕罪，燕池还小，不知道您3位的厉害。你想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快放开我！二叔，燕池他还小，他嘴欠不懂事儿，求求您老人家放他一条生路吧。行了，飞哥，自家晚辈吓唬吓唬得了，真出人命没法交代。飞哥，给哥几个面子，
别跟着混小子一般见识。哼！既然木子和东子发话了，我就留你一条小命。逆子，求你客气点，你不听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狂？哟，小子，看你这眼神，还是觉得老子仗着长辈身份压你，心里不服气？不敢。我今天还真要叫你心服口服。东子，去，给我找块砖头来。我去拿。小子，看好了，什么叫天外有天？什么叫宗师？二爷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您这也太厉害了吧！能教教我吗？别乱说，这可是你二爷的绝技，能随便乱学的吗？哎，我这次回来，其实也是想找一个衣钵传人的。毕竟，我现在可是宗师。我这次回来，本就是要寻一个衣钵传人，毕竟我现在可是宗师。真没想到，我的二爷竟然会这么厉害，还是一位宗师。这样一来，我们一家将会成为赵家村永远的村长。不行，我得去找赵彦深炫耀下。赵彦深，你快出来！我知道你昨晚已经从城里回来了。这么一大早的，你叫我干什么？赵彦深，这么大清早的你在房顶干什么？有本事下来说话。下来吗？好。你不是你叫我下来的吗？有事说事吧。可以啊，在外面这么长时间没白混。不过告诉你，在我面前一切都是徒劳的。你想说什么？我二爷回来了，而且我二爷还是宗师。宗师？没错，就是宗师。我估计你也不知道宗师是什么，总之就是非常厉害。是，你以前学习成绩非常好，还考到了大城市，但是那又如何？你永远都会被我压着，你们一家在赵家村永远都抬不起头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哦哟，赵彦深，你可以啊，竟然还带了2个美女回来，正好就全都给我吧。赵彦深，你可以啊，竟然还带了2个美女回来，正好就全都给我吧。呸！什么垃圾，居然也敢来轻薄本小姐！快放开我！我二爷是宗师！哼，你二爷是宗师又如何？一样都是废物。怎么一大早又闹起来了？爷爷，您怎么来了？燕池啊，你们一家已经是村长了，还想怎么样？快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然我让我二爷全都灭了你们！鸿飞回来了！是，我二爷已经是宗师了。燕深，快让你朋友放开燕池！啊！你们好得很！等着，我这就去告诉我二爷去。没想到鸿飞居然回来了，这下可难办了。爷爷，您别担心，你们都不知道宗师的厉害。算了，我进去再讲给你们听吧。你们都不知道宗师的厉害。算了，我进去再讲给你们听吧。所以你们知道武者的厉害了吧？刚才燕池还说，鸿飞已经突破成为宗师，那更是无可匹敌。爸，
我听说赵彦渠的爷爷曾经和您争过村长之位，后来就是因为赵云飞的介入，您才放弃的。那都是30年前的事儿了，当年就有恩怨。现在你们又打了赵彦池，我担心鸿飞会给我们一家难堪。你们家还真是够惨的。秀云、西月，我们走。走？去哪儿？自然是去给赵彦池公子赔罪。他的背后可是站着一个宗师，如果有这位宗师的支持，那我们楚家岂不是能飞黄腾达？区区一个宗师，就让你们楚家又要去抱大腿了？亏你们昨天还说要诚心认错，就这么诚心的？好大的口气，还区区一个宗师！别说是你了，就算你爷爷亲自在此，在宗师面前也得低头赔罪。正好，刚刚赵公子对西月很有兴趣，说不定我们家还能和宗师扯上关系呢。走！等等，楚国当，你给我站住！我们是兰心请来的客人，怎么能去别人家？我们是兰心请来的客人，怎么能去别人家？哼，客人？你看他们有把我们当成客人吗？还不是为了利用我们？秀云，我们家从来都没有利用你们的意思。我知道。行了，林秀云，你到底跟不跟我们走？如果不走，那就离婚。你竟然要因为这个跟我离婚？当然，我不希望和他们家一起沉。喜悦也想获得未来的幸福，对不对？对，爸，你说的没错，幸福是要自己争取的。我们走。林姨，你别难过了，像这样的男人还不如不要。林姨，他们选择离开你，将会是他们一生中最后悔的决定。天成，快去祠堂吧，庆典就要开始了。来了，爸，兰心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去祠堂吧。好，希望这次别出什么幺蛾子。等等，你们不能进。为什么？这次来的客人很多，所以一些并不重要的支脉只能坐在祠堂外面。喏，这就是给你们准备的席位。这就是给你们准备的席位。你们太过分了！我们也是正儿八经的赵家村村民，怎么能在祠堂外面？就是说，你们这根本就是故意刁难。哼，谁叫你们家没有请来什么尊贵的客人？哼，没人脉没资源的就得坐在外面。谁说没有尊贵客人的？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尊贵的客人不会是指你这个小丫头片子吧？算了，我们就坐门口吧。爷爷，门口太扎眼，我们还是进去吧。师尊想要进去，谁也拦不住。这里有你这个老东西说话的份儿吗？怎么，你还想打人吗？来人！我看谁敢坏了我们赵家村的庆典！别闹，今天大喜的日子，谁都别闹。行吧，那我们就陪爷爷坐在外面。师尊，这会不会太委屈了？无妨，只要爷爷高兴就好，坐哪儿都一样。你们几个就在这儿盯着，不许他们几个进去。你们几个就在这儿盯着，不许他们几个进去。二爷，我给您介绍下，这是我女朋友楚西月，这是她爸爸楚国东，在滨城经营了一家小公司，勉强有个1000万资产吧。等等，你说哪儿？滨城，穆爷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和你们无关。既然是你女朋友，那也算自己人了，就做主桌吧。等，
让他们父女俩都去门口坐着。什么？你想质疑你二爷吗？还不赶紧安排去！好。现在听到滨城这2个字我就不舒服。哼，咱们3个现在也都是宗师高手了，等搞完庆典，就回滨城帮你报仇去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在海湖庄园的那个小子，我要非弄死他不可。武氏集团董事长武天光先生贺赵家村建村300周年。锦绣集团总经理顾延丽女士贺赵家村建村300周年。在滨城经锦绣集团总经理顾延丽女士贺赵家村建村300周年。爷爷，他们实在太过分了，要不您就赶紧亮出你的身份吧。我梁赵家村的这些人不敢再让我们坐着。师尊都没说什么，你也安静点。而且，这也未尝不是一种修心。可是，哦呦，你们怎么坐在门口不进去啊？不会是进不去吧？实不相瞒，西月已经成了赵公子的女友，赵公子可是对我们十分热情，让我们坐在祠堂里面呢。赵燕生，你不欣赏我，有的是人欣赏我。赵燕生，你以为你不看我就有用了吗？你不就会点医术，装什么呢？秀云，你若愿意，我们也可以让你进来坐。是啊，妈，没必要和他们一家人坐在一起。放开我！我没有你这样贪慕虚荣的女儿。林秀云，你难道真要为了你的闺蜜而抛弃你的老公和女儿吗？我真是瞎了眼，才会选择你们当我的老公和女儿。哪怕今天就是坐在门外1天，我也愿意。你真是不可理喻！他们一家子在赵家村根本没有任何地位，根本邀请不到任何尊贵的宾客，你又何苦和他们一起受罪呢？请问，这里就是赵家村的祠堂吗？这里就是赵家村的祠堂吗？没错，这里就是赵家村祠堂。你是今天来参加庆典的宾客吧？您的身份是？好说，我是南城和风集团董事长沈耀辉。南城和风集团董事长沈耀辉先生到。原来是沈董，那请问您是谁的朋友？我让他出来接您。我是来找赵神医的。赵神医？对，就是赵燕申神医。赵神医，您怎么坐在这儿？你是赵神医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和风集团的小沈，之前在海湖庄园我们见过的。原来是你啊！你怎么来了？这不是听说赵神医的老家要举办建村300周年庆典，我冒昧前来参加，还请赵神医恕罪。无妨，来者是客。该不会这个什么和风集团就是个山寨公司吧？谁知道呢？赵燕生能认识的会是什么大公司？南城和风集团，我怎么好像在哪儿听过？爸，南城和风集团是南城最大的企业，也就是说，他就是南城首富。什么？首富？南城和风集团董事长沈耀辉先生到。南城和风集团，这好像是南城最大的企业吧？飞哥，你们赵家人还真是能人辈出，居然还有人认识南城首富。这和风集团我也听说过，非常有实力。东旺，一会儿沈董进来后带他上主桌。好的，二叔。二叔，我去迎一下。快去吧。沈董，不好意思，刚才不知道您的身份，怎么能让您坐在这儿？快随我进去吧。赵神医，要不我们一起进去吧？沈叔叔，我们可不配进去坐。
亲儿侄女，汤爷，您二位怎么也都坐在这里？汤爷？什么汤爷？你谁呀？连汤爷都不认识？他可是滨城首富，论资产是我的2倍有余。虽然我们都是首富，但我只配给他提鞋。小申，你客气了。你们和风集团近些年发展的也非常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认出您的身份来，还是快随我进去落座吧。什么？这个老头就是滨城首富汤爷？可是他都说滨城首富的资产过1000亿，连师尊都没进去坐，我这个当弟子的怎么好进去呢？不必了，我们坐在这里挺好，晒晒太阳也有好处。既然师尊这么说了，我们也就继续坐在外面吧。调城圆圆集团董事长圆圆先生到，怀城宋氏集团董事长宋新宇先生到。圆圆集团和宋氏集团，那在他们当地可都是首富级别的存在。赵家村谁这么有能耐，竟然会请来这些首富？我们赵家村这么厉害吗？能请来这么多首富？二爷，我也不知道啊。飞哥，不对呀，从刚才到现在，起码来了5个首富了吧？还有一堆排名第2、第3的董事长，怎么一个都没看到他们进来？对呀，就算再寒暄，这会儿也该进来了吧？让你爸去迎人，这会儿迎到哪儿去了？二爷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二叔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回事？不是有很多董事长首富来了吗？人呢？二叔，他们一个个都不肯进来，说要在外面和赵燕申一家一起坐。他们疯了吧？放着内堂不做，非要和赵燕申他们坐在一起干嘛？飞哥，这情况有点不太对，我们还是出去看看吧。有道理，我们这就出去看看这些董事长们究竟搞什么鬼。儿子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就是说呀，让这么多一群大人物陪我们坐在门口，不太好吧？师公师奶，你们放心吧，他们都是自愿的。对，我们都是自愿的。我明白了，这些人都是赵燕申找来的演员，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是董事长们，他是想让我知难而退。赵燕申，你个缩头乌龟，你是被我说中了，不敢承认了是吧？白痴！赵燕申，你之前还说我虚荣，结果呢？你自己也是一个虚荣的人，为了一点面子，竟然找了这么多人来陪你演戏。燕申，真的是这样吗？我给您检查下。爷爷，你早年劳累，身子骨落下不少病根儿，不过没事儿，回头我给您服用1颗丹药，保准药到病除。燕申，你从小我是怎么教育你的？要你不要弄虚作假，该是什么就是什么。可是你现在竟然给我搞这一套！爷爷，我不需要那么做。老爷子，我们都是真的，才不是演员。某些人不是会查资料吗？这网上不都有我们的照片，对照下不就行了？刘总，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遇到您。你是？我是建元电子的小楚啊，之前在酒会上我们见过的。哦，是你啊，怪不得有点眼熟。宋总，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遇到您。你是？我是怀城电子的小刘啊。爸，他们不是演员，他都是真的。什么？都是真的？某些人还真以为我们跟他一样，喜欢弄虚作假、趋炎附势的走捷径呢。不知诸位贵客郎们有失远迎，失敬失敬。你们站在这里干什么？还不滚一边去！别挡了贵客的道。我还以为你们的地位有多高呢，搞了半天也就这样。臭丫头，怎么是你？哦，回飞，好久不见。是你？30年不见，
你竟然老成这样，恐怕马上就要死了吧？放心，我爷爷活得一定比你长。哪个王八犊子？是你？好啊，臭小子，我还没去找你报仇，你竟然自己先找上门来了。木子、东子，当初在海湖宝典，就是因为这个小子，害得我变成了废人。木子，你怎么了？木子，你怎么抖得这么厉害？是他，就是他，把我打成重伤的。等等，木子，你不是说打伤你的是一个滨城的少年宗师吗？没错，他就是滨城的那个少年宗师，黑风就是死在他手里。叶深，你也是宗师？老爷子，宗师算什么？我师尊他。爷爷，我不是宗师，不过您别担心，无论我什么身份，我都是您的孙子。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？我明明都已经离开滨城了。木子，你冷静点。木子，你别怕他，他是少年宗师不假，可是我们现在也今非昔比了，我们也都是宗师。对哦，我们也是宗师了。而且还是3名宗师，根本不怕他。小子，本来我们还想着等庆典结束后再去找你复仇的，没想到你自己居然主动送上门来。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鸿飞，燕深是我孙子，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我当初被他害得4肢全断，这叫误会。我的好兄弟木子被他打成重伤，这叫误会。要不是东子，只怕这会儿我们早就成了废人。没错，我们之间仇深似海，根本没有误会。赵燕深，就算你是少年宗师又如何？可是现在你的对面有3名宗师，你还不是要死？小子，当初有杨行应护着你，这次他不在，我看你能怎么办？总督大人，竟然真的是总督大人亲临，该不会总督大人也是为了这个小子来的吧？赵宗师，听闻赵家村建村庆典，本督也想来凑凑热闹，这可以吧？我都没通知你们，你们还真喜欢凑热闹。不过杨总督，恐怕你这会儿来的不是时候。难道还有人敢对赵先生你不敬？赵飞鸿，是你？你不是被我打伤了吗？怎么又恢复了？杨行月，我还没去找你报仇，你竟然也送上门来了！好，今天我的2大仇人一起聚集了，就让我们兄弟3人会一会你们2个。赵先生，你放心，今天有本督在，定能护你周全。杨行月，虽然你也是宗师，但你只有1个人，又如何是我们兄弟3人的对手？臭小子，这下子轮到你了！我今天非要将你碎尸万段！儿子，妈，没事的，收拾他们还用不着我出手。林姨，过来。林姨，我知道您和我妈关系极好，之前对我也特别照顾，甚至为了我不惜和你的丈夫女儿决裂。不是的，我……放心，我不会让老实人吃亏的。林姨，吃了它，然后我会帮你也变成宗师的。笑话，宗师可不是大白菜，是你说能变就能变的。也是我。林姨，如果你相信我，就吃了它；不相信就扔了它。小子，你还真以为宗师是大白菜吗？别说他这个普通人了，
就算是内境大圆满，想要突破到宗师也是极为困难。说的没错，要不是东子带来的神药，我们也不可能突破。那是你们太废物了，林毅，你自己决定吧。林毅，你盘膝坐下，我这就帮你运功。花里胡哨，我们才没跟你们耗费时间！臭小子，受死吧！星儿、天池，你们两个去拦住他。是，师尊。汤爷原先也是武者，我知道，但好像才是外境吧？现在竟然能和老木不分上下。还有他那个孙女，竟然以一敌二，丝毫不落下风。这怎么可能？1个多月前见你们的时候，你们根本没这样的实力。这下知道我师尊的厉害了吧？受死！这股气息，宗师！我感觉我的身体里充满了无限的力量。林毅，因为你年纪大，基础较差，所以我帮你修炼了一点。虽然能让你直接达到所谓的宗师，但是代价就是今后修为恐怕无法再精进。都宗师了，还精进个啥？燕深，你能帮我到现在，我就已经非常满足了。好了，林毅，你也去试试吧，不需要什么套路，单纯凭借自己的本能。行。真的是宗师啊！肚子！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你的心乱了。这不可能！我们穷尽一生，才好不容易借助了奇遇突破到宗师。他一个普通妇人，怎么可能会就在这短短几分钟内突破成为宗师？我不相信！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！你究竟是什么人？难道说你已经突破到了先天？先天？那个自从700年前的张真人仙嗣后就再也没有出现的先天？不入先天，皆为蝼蚁的先天。什么是真？什么是假？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这个世界本就是一片虚妄。你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彻底打碎了你们的丹田。四肢和内伤好修复，可是丹田一旦破碎，将再也无法恢复。也就是说，你们已经成为了废人。你有本事杀了我！杀了我！你不是人，废了我们丹田，简直是让我们生不如死。心儿，你们记住，修行即是修心，念头通达，才可无往不利。师尊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怎么有点听不懂？简单来说，我这个人有点小心眼儿，得罪了我的人不会有好下场，包括陷害我的那2个，也包括他。